刚刚谁在飞这个无人机打到人了？不打到人谁打的？大哥，你这个太危险了！你这个打到那个阿姨人了，你要去过去跟她道个歉的。打谁了？你呢？怎么能这么近飞无人机呢？哦，太过分了！前几天，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村寨。这个村寨被称之为是世界短裙之乡。但是上一次我们来到这个村寨的时候，既没有看到短裙，也没有看到当地人很多的这个服装的特色。今天啊，正好这里有一个毛人节，于是我们又从龙江赶到这里，看一看这个毛人节的盛况。走。我听见鼓随对，风在吹，星星在家的背，弟弟们已经睡。二日啊，我看见鹰在飞，狼在追。我长大了会不会去远方成为谁？刚刚进到这个村子，我们把车停下，已经看到很多的阿姨们、姐姐们已经穿了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个短裙的服装。上次来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个服装。现在这个短裙因为制作工艺啊，其实很复杂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节假日啊、庆典、祭祀的时候才会穿上。姐姐好，今天终于看到你们这个短裙了。前几天刚刚来没看到这个短裙了，已经。最早在历史上，他们以前因为条件有限，所有的这个服装都是用植物来做的。这个帽子啊是用树皮来做的，这个短裙呢是以前用芭蕉叶来做的。所以说现在做这个百褶的短裙啊，其实也是仿照以前芭蕉叶的这个纹理来做的。夏天的时候5、6层就够了，但是到冬天的时候，这个短裙的厚度要达到20层左右。这个帽子的形状还是根据以前啊树皮做的这个帽子一样，保留到现在。这个帽子啊就像这个山峰一样的。然后在这个进村的这个口子上就摆起了很多这个特色的美食，让你来尝一尝。这个是腌肉啊。对啊，要不要来点？我想尝一下这个可以吗？这个是按肉。之前腌鱼吃过，这个腌肉还没吃过的。阿姨，谢谢。要不要配点东北饭？可以啊。哇，村民们开始奏起这个芦笙哎，跳起了芦笙舞啊。哦，谢谢。这个裹在上面吃啊。糯米饭配这个腌肉。大部分人是在这个。要进去要先喝一杯酒的。对，先喝一杯酒。吃点菜啊。还有你。进门酒。这是。来进去吧。吃了2遍了。我们进到里面去。还有这个呢。那这个他拍摄就算了吧。哎呀，一起啊。也要知道，必须得热是吧？我怕他一会儿下去拿不稳。我喝过了。吃点菜呀。吃点米饭。哇，这个也是酒啊！喝了2遍酒，吃了2块糯米饭300的没问题。感觉已经有点醉了。原来的一些民族的服装，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化，今天我觉得特别热闹。我们刚刚进村的时候，车已经停不下来了。妹妹，你这个衣服真好看呀！这个是男性的衣服，这个是女孩子的这个衣服。女孩子的衣服是特别好看的。妹妹，你给叔叔这个镜头转个圈看看。哦哟，男孩子也转一下。哎呀，好看。欢迎来到我们空山。哦，谢谢。说起这个短裙苗啊，其实在苗族的支系里面算是非常冷门的，也非常有意思。在这个毛人节其实也是有故事的。什么叫毛人节呢？是在以前远古时期啊，说是这个短裙苗这个支系啊，它是同寨不通婚的，因为它要跟其他的这个支系啊相联谊嘛，所以在这边的年轻的女性啊，都基本上远嫁到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雷山地区，然后她就跟村子里面青梅竹马的这个男孩子啊就分开了。过了很多年，每年的这个春耕时期啊，村子里面远嫁这些女性啊又回到这个村子里面，在田
间梯田上扎起这个茅草人，寄托了以前的这个思念之情。后来呢，慢慢演化成就是纪念亲人这样的一个仪式。另外有一层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毛人节也是想代表一些年轻女性啊，就是要打破这个包办婚姻这个陋习，追求这个婚姻自由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开始已经在跳芦笙舞嘞。今天啊，村子里面的姐姐啊跟阿姨们啊，她们就压箱底的这个短裙啊都拿出来了。今天这个节日在这个村寨里面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寄托了很多的相思之情。那边还有小朋友在那边跳哎。从南门酒一直进来啊，这边的大哥们就一直在吹这个芦笙，还有一些姐姐们在跳舞。我觉得啊，这些大哥们吹芦笙会比较累一点，持续吹了1个小时了，这个肺活量也太厉害了吧！前几天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啊，看这个村落景观的时候啊，几乎就没有看到一个人穿这个短裙的。今天感觉村子里面的那些姐姐啊，全部把压箱底的这个短裙给穿出来了，所以说一定要来2刷这个村子。刚刚谁在飞这个无人机打到人了？不打到人谁打的？大哥，你这个太危险了！你这个打到那个阿姨人了，你要去过去跟她道个歉的。打谁了？打那个阿姨呢？哪个？你去问呐！你呢？怎么能这么近飞无人机呢？哦，太过分了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去讲一下这个无人机谁在飞，还在低空飞行。你看，那边。大哥，你是村子里的人吗？啊？你是村子里的人吗？啊。刚刚这个无人机砸到人了，你看到没？哪个？有一个小飞机砸到人了，我建议你不要飞得这么低啊！你刚刚砸到一个老人了。因为如果你这样低空飞的话，其实你这个景别啊，用相机拍也可以的，区别不大的。这样一个相机的一个景别，跟手机拍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说，无人机为什么要限制？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让飞无人机的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出门在外，我们基本上飞了很多无人机，没有这么低空飞的，我觉得非常过分吧。因为村民们都很热情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大哥，我建议你这个飞机不要这么低空飞，前面已经砸到人了，砸到阿姨了。你这样飞其实跟手机景别是一样的。你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，太危险了啊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很过分的。作为游客来讲，我都受不了这个。我前几天来看，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么多村民啊，基本上有可能有些年轻的村民都是在外地赶回来的，赶回来过这个节日的。太漂亮！你们这个衣服是我觉得瑶族里面最漂亮的衣服，谢谢你们。别谢。梁到后面。我还没到，我也还没到。你外面找不到。我估计这些大哥们啊，吹芦笙吹了一个上午了，应该很累很累了。这个吹芦笙这个体力消耗的应该是很大很大的。前面倒不知道，整个村子里面，你看这个茶叶好像很有名啊，在现场在炒茶的，你看这个已经炒好了吗？还没有，现在的话就是说温度有点高了。这个也算是绿茶是吧？对，它就是绿茶的工艺。哦，这个小姐姐给我们泡了一杯当地的这个绿茶，这个叶子，这个算是白茶，整个茶叶这个叶子还是很嫩的啊，春茶呢。哇，好浓啊！怎么这么浓啊？是不是茶叶放太多了？跟我们那里喝起来完全不一样，就很浓郁的，然后有股甘甜的味道。这茶叶不多。这个茶叶一斤就280哎，你看这个叶子都是嫩头哎。村子里面3个姐姐带我们去吃饭，我们都人生地不熟的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他们就特别热情。走。
哇，整个村民一排全部往下走，都是去下面吃饭去。这个是牛肉啊，大哥。哇，估计今天这一头牛都不够分的，这么多人。两个牛啊，今天2头牛啊。大叔都要用斧头来剁了，你看，今天2头牛剁的手都酸了。游客呢是要付钱的，每人40块钱。前几天怎么没有看到这里还有个瀑布啊？这个瀑布看一下也有好几个折叠呢，跟我们之前去的这个晚瑶的3折叠瀑布有点像哎。中午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给游客来吃饭的。刚刚这些村里的大叔们烧了一桌的这个菜，这3个菜是一样的。这个还是腌鱼，你看前几天我们在吃过。这个是一个牛杂汤，反正我感觉它也是象征性的想要收点钱，但是也没有那个意思吧。啊，这是我们的那个野果，这叫茶泡。哎，这个茶泡那一天在那个大傣村看到了这个，这可以吃的啊。这个像这个无花果一样的，你看。活动像无花果，说是这里的野果。前几天看到一个阿姨是穿在一个筷子上串了一串一起吃的，感受一下。酸酸的，有点像那个梨一样。走，我们往上走，去看看，上面已经有声音了。大哥，走得上吗？我发现我最近啊，好像是野果子吃多了，体力好像特别好嘛，我都不带喘的嘛，怎么回事？好，真的就是一个坡哎，整个大家都坐在个坡上面，对面也是一个坡哎。这个就是毛人呢，因为他们之前的话扎的就是扎的那个草，然后就相当于是毛人，对，这个意思。现在在改成这个松针了，松树了。对对对。原来是用这个网上的图片看是这个茅草来做的，真的是茅草。不应该这个扛上来更累一点吗？就是就地取材的啊。对，就地取材。就山上砍的吗？我们在上面的有。你要取景取到这个角度啊？几个大哥在这边拍照，我们在这个角度，他说也能拍得到，我这很奇怪是什么角度？大哥上午吹芦笙，下午来这里唱山歌，已经在山顶上，看过去已经没有比这个山坡更高的了。这个地方居然在地图上也能搜得到，叫毛人坡。小姐姐，你们一会儿也会唱吗？等他们唱完之后换你们唱。你们就各唱各的，没有说是在对唱的，是在对唱啊。喂，好酸。对，酸的，很开胃啊。感觉跟有点那个杨梅的那个。对，杨梅的这个味道。不是太熟。酸酸的李子的味道。那尝一下。那边上的小哥跟我讲，这位是黔东南地区非常有名的苗族的歌手，叫阿佑朵。我刚网上确实查了一下，非常非常有名。但是我们不在这个地区啊，可能不了解他。他也爬到这个山坡上来一起在唱歌嘞，哇！跟着唱，不会唱。哦，去比较高。大叔，你是用一片叶子还是半片叶子？一片，这个吗？就是这个凯里斜行，我在那里吹，他会。哦，你在凯里那边吹。大哥，你前面是不是在剁牛肉啊？对，你剁完牛，现在过来也来看这个毛人节了。要个镜头分析死也死得了。你刚刚这个力气被这个剁牛全剁掉了。居然在这个山坡下开启了小型的音乐会呢！快点过去点歌唱。没问题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
这会儿山上他们还在唱山歌呢。我就昨天啊开了2个多小时来到这里啊，2刷这个村子，我觉得非常值得的。原本啊你想来看的这个短裙啊，在今天这个村落的这个现场，真的是一点点内容啊，我们收获了更多不期而遇的惊喜。大哥，又碰到你了。深南是我生到这个地方，我从来没有跑到这个地方。哦，这样的，你从小到大就这里长大呀？现在从小我在这里长大，我是第一次来这里。哦，你也是第一次来这个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